嘿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丽姐，在深圳干相亲红娘这行可有好些年头了。咱这深圳啊，可是个超现代化的大都市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人来人往，忙忙碌碌的。生活在这儿的人们，那生活节奏快的哟，就跟脚底抹了油似的，一路小跑着往前冲。这婚恋市场呢，跟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就像一团乱麻，理都理不清。今天啊，咱就专门唠唠大龄剩女这一群体，他们的事儿可太耐人寻味了。在咱深圳这地儿，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女性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往往就被人贴上了高要求的标签。好多人在背后嚼舌根，说他们的择偶标准比天还高，根本就没法满足，就好像他们是那遥不可及的星星，凡人只能仰望。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这些女性真的要求高得离谱？还是说咱们这社会还有那些男士们对他们有着深深的误解和偏见呢？这就是咱今天要深挖的问题，特别是围绕深圳大龄剩女这群人的择偶观，以及男士们对他们择偶标准的真实反应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有些男士那话说的可难听了，直言不讳的讲，大龄剩女不过是在找接盘侠，根本不是来找真爱和终身伴侣的。每次听到这样的评论，我这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冒起来了，差点没把我气炸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几句风凉话，这背后藏着的误解，那是对女性在婚恋中立场的完全不尊重啊！现在就跟着我丽姐一起好好探讨探讨。首先呢，咱得把这些所谓的高要求给澄清澄清。一提到大龄剩女，好多人的脑袋里就开始浮想联翩，蹦出一些挑剔的形象，觉得她们一个个都特别有事业心，独立自主得很，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成了眼高手低，好像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她们到底都有些啥要求呢？就拿我平常碰到的一些案例来说吧，这些大龄女性的要求真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，她们更多的是希望能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，能实实在在的给她们带来安全感。好多人可不是成天做着嫁入豪门的美梦，非要找什么高富帅，也不是眼睛只盯着年收入100万的男士，他们心里所求的往往就是品德好、性格合适、三观正、愿意共度一生的伴侣。比如说张女士吧，她今年都34岁了，在我这儿前前后后做了几次相亲。这姑娘对自己的要求其实简单得很，就盼着男方有一定的事业基础，不要求大富大贵，但得有个奔头，能一起谋划未来。性格呢要稳重，不能毛毛躁躁、急功近利的，还得懂得尊重女性，这可太重要了。最关键的是愿意照顾家庭，能踏踏实实的跟她一起过日子。她可从没要求对方必须年收入过100万，也没对人家外形有多帅气较真儿。她还跟我说，只要你性格好，咱们俩可以一起奋斗，一起成长，这才是过日子最重要的事儿。可你们猜怎么着？当我们聊到这些要求时，总有那么些人在旁边嗤笑，说你这么挑剔是不是太高攀了？别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可以高高在上，要求的那么高，最终是没人要的。听听，这对张女士多不公平啊！人家不过是说出了心里最基本的渴望，就被这么误解，压根儿没人理解她内心真正的需求。再讲讲一些男士对这些大龄剩女的看法吧，特别是那些觉得他们要求过高的人。在我这么多年的相亲经验里，常常碰到一些男性客户，他们对大龄女性的态度怎么说呢？那叫一个轻蔑又自信。就像一位42岁的男士来找我相亲的时候，那话说的可冲了。他坦言，这些大龄剩女都是在找可以一起安稳生活的对象。我又不是傻子，可不想随便就被当成工具人。他那口气就好像大龄女性都是一堆麻烦事，他可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，承担这种可能带来麻烦的责任。我当时听到这话，心里那个气啊！咱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大龄女性真的是在找所谓的工具人吗？她们一路摸爬滚打过来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成长，早就具备了很强的独立性和生活能力。她们所求的不过是能有个一起承担家庭责任的伴侣罢了。她们自己有事业，有兴趣爱好，过得风生水起的，根本不需要男人来拯救。反倒是好多男士对女性这种自立看不顺眼，心里犯嘀咕，觉得她们难以接近。大龄女性根本不想依赖男人来接盘，她们只是盼着能有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
能在往后的生活里一起分担责任，携手面对挑战。这种平等的婚姻观念才是咱们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啊！可那些一门心思认定人家是找接盘侠的男性，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就因为这态度不但赢不了女性的芳心，还会让自己在择偶市场上越来越边缘化，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。说到这儿，咱们不得不聊聊婚恋市场里普遍存在的一些偏见。男性往往会觉得大龄女性有过期的风险，就跟超市里过了保质期的商品似的，所以认定他们的要求肯定是不切实际的。但实际上呢，现代女性的择偶标准和传统观念相比，那真是天差地别。她们追求的是一种成熟平等的伴侣关系，可不是过去那种男人负责养家糊口，女人只管相夫教子的交易。我之前接待过一位47岁的李女士，她可不得了。经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，在事业上那是相当有成就。她找对象可不像有些人想的，要攀附富二代或者豪门贵族，她就希望找一个性格相投，能一起挑起家庭担子的伴侣。她跟我倒苦水的时候说，我有时候觉得男士们太误解我们了，觉得我们都是老女人了，心态不正，要求还高。其实我们心里盼着的就是一个能携手走过未来的人。可李女士相亲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要求一说，有些男性就不乐意了，当场就表现出不满。你这样的人要求也不低啊，怎么看都像是想找个接盘侠，谁会愿意和你过一辈子？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就特别无奈。人家李女士不过是想找个合得来的伴儿，哪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啊？可这些男人的回应，把他们对大龄女性的偏见暴露无遗。作为在婚恋服务这行摸爬滚打多年的红娘，我实在听不下去这些不公平的声音了，必须得站出来为大龄女性说几句公道话。好多人把大龄女性的择偶标准传得太邪乎了，甚至笃定他们就是在找接盘侠，这可真是天大的误解。我想跟这些男士们唠唠，很多大龄女性真不是想着一夜暴富，或者非找个经济实力比自己强一大截的男人，他们其实就是在寻觅一份平等的爱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一段能共同努力一起承担的未来。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打拼，有自己的事业，经济上完全独立，根本不需要依赖任何人。而且他们心里更看重的是男方的性格好不好，有没有责任感，能不能一起为未来打拼。我也理解有些男性的焦虑，特别是他们进入婚恋市场的时候，一看自己年龄不小了，条件又一般般，心里就发慌，不自信得很。可是啊，真正的爱情哪是建立在单方面的期待上的？它得靠双方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一起成长才行。那些看不起大龄女性的男士们，有没有想过，就凭他们这态度，根本满足不了现代女性的需求，迟早得被婚恋市场淘汰啊！咱们再深入唠唠这事儿。在深圳这个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城市，大龄剩女们一路走来不容易，她们大多在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为的就是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。就拿我认识的王小姐来说，她从一个普通的小职员，靠着自己没日没夜的学习加班，一步步做到了公司的中层管理。在这过程中，她错过了一些恋爱的好时机，但她从不后悔，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王小姐今年38岁了，她找对象的要求很明确，男方要有上进心，不能安于现状，得跟她一样，对未来有规划，要懂得包容。毕竟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难免有磕磕碰碰，要是个小心眼的，日子肯定过不下去。还有就是要热爱生活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这样两人闲暇时能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儿，而不是整天对着手机各玩各的。可当他跟相亲对象说起这些时，有人就不耐烦了，你都这岁数了，还挑三拣四的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王小姐心里委屈啊，她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，怎么就成了挑剔呢？其实这就是社会对大龄剩女的刻板印象在作祟。大家总觉得年龄大了就没资格提要求了，就得将就，可这对他们公平吗？再看看那些男性，有一部分人总抱着一种优越感，就像赵先生，35岁，收入还算不错，有房有车。他来相亲的时候，一听说女方年龄超过32岁，就开始各种嫌弃。他觉得自己条件这么好，年轻的小姑娘随便挑，干嘛要找个大龄剩女，还得去适应他们所谓的高要求。
但他没看到大龄剩女身上有着年轻女孩没有的成熟和稳重。她们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，更懂得珍惜感情，处理问题也更理智。像张女士之前在工作中遇到过巨大的挫折，差点丢了饭碗，但她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了过来。这种坚韧的品质，要是带到婚姻里，那是能和伴侣一起扛过任何困难的。而且咱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问题，现在生活成本这么高，特别是在深圳，房价物价蹭蹭涨，大龄剩女们大多经济独立，她们找对象可不是为了找个饭票，而是希望两个人能互相扶持，一起为更好的生活打拼。要是男方只想着找个年轻漂亮、小鸟依人的，却不考虑自己能不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能不能和女方一起面对生活的压力，那这婚姻迟早得出问题。就说前段时间我安排的一次相亲吧，女方是40岁的陈女士，男方是38岁的孙先生。陈女士在一家外企工作多年，薪资丰厚，她希望男方也有稳定的工作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家庭观念，能一起照顾双方的老人。孙先生一开始听着还行，可聊着聊着就开始抱怨陈女士要求多，说什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求我这要求我那，我找个年轻的，人家都没这么事儿。陈女士当时就气红了眼，跟他理论，我自己有车有房，经济独立，找你是想找个伴儿，一起把日子过好，不是来受气的。我提的这些要求哪点过分了？不都是为了咱们以后的生活着想？可孙先生就是听不进去，这场相亲自然是不欢而散，这让我特别痛心。本来两个人都有机会开启一段美好的感情，就因为男方的偏见和误解，错过了。其实只要男方能放下成见，认真去了解大龄剩女的内心世界，就会发现他们的要求真的一点都不过分，都是奔着长久幸福的婚姻去的。咱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大龄剩女们在社交圈里其实挺尴尬的。一方面，他们的朋友大多都结婚生子了，平时聚会聊的都是家长里短、孩子教育，他们插不上嘴。另一方面，去一些年轻人的社交场合，又觉得自己年龄有点大，融不进去，所以他们更渴望通过相亲找到合适的另一半，可偏偏相亲市场又对他们不太友好。我这儿有个数据，在我过去1年接待的相亲客户里，大龄剩女的比例占到了 30%， 而他们成功配对的概率却只有 20% 左右，远远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。这背后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那些误解和偏见，让很多合适的人擦肩而过。我经常跟那些男士们说，你们要是真心想找个能相伴一生的人，就别被年龄和刻板印象蒙蔽了双眼，多去看看大龄剩女身上的闪光点。她们的独立、成熟、理智都是能为婚姻加分的宝贵品质。再讲讲小刘和小周的故事吧。小刘是个36岁的大龄剩女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，工作能力超强。小周38岁，是个工程师，性格内敛踏实。一开始小周也有点犹豫，毕竟小刘年龄摆在那儿，但他想着见一见也无妨。见面后两人一聊，发现特别投机。小刘的见识和想法让小周大开眼界，小周的稳重也让小刘很有安全感。他们慢慢相处下来，一起去爬山、看电影、做饭，感情越来越好。现在他们已经在筹备婚礼了，成了朋友圈里的佳话。这说明什么？只要双方敞开心扉，抛开那些偏见，大龄剩女和合适的男士是完全可以碰撞出爱情的火花，携手走向幸福的。总的来说啊，大龄剩女的择偶要求真不高，既理性又实际。在咱们当今这个社会，婚姻早就不是过去那种女人嫁人、男人养家的老模式了，而是一个更加平等、尊重和共同成长的过程。男士们要是想在婚恋市场上吃得开，就必须得学会尊重这些女性，好好去理解她们的心声，别再把人家的合理要求当成是挑剔，或者无端扣上找接盘侠的帽子。作为红娘，我打心眼里相信，只有建立起真正平等、理解和尊重的婚恋关系，才能让每一个人在婚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满足。这也正是我们婚恋服务行业一直努力引导的方向。好了，今天丽姐就跟大家唠到这儿，希望能给各位在婚恋路上迷茫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启发。要是还有啥问题，随时来找我唠唠。